父关系是什么呢？他是在讲妈妈，妈妈是我们每一个人，可能有的人他的第一个养他的对象不一定是妈妈，但没关系。我们在讲的是你的主要的照顾者跟你的关系，它是第一个爱的练习。然后它就会变成复制在你的任何时候，你对别人表达爱的时候，你是怎么做的？好，我们这一生啊，从很小，跟我们的姐妹啊、手足啊，有没有办法好好相处？然后跟别人能不能好好相处？我们长大以后，在我们的工作里，能不能跟别人好好相处？相处，两情相悦当然很好相处，但两个人个性不一样的时候，怎么好好相处？对不对？有的时候就剑拔弩张，我们的关系里常常让我们感到很挫败。我们到底自己能不能过得好这个东西叫做呢，就是我们的生活，我们自己跟自己相处，我们跟别人相处能不能过得好，是跟我们怎么长大的有关系那它因为太有意思了，很值得我们花一个整天来慢慢的感受它。好，我们孕育我们的这个家它到底是什么呢？在50岁的我们的家很传统，就是传统的爸爸跟妈妈，但是就这样温馨的地方，能够让我们有一个放松休息，而且感到安全快乐的地方我为什么说50岁的我？因为我们的世代差很多现在的20岁的家不一定是这个，现在叫多元成家方案，现在的家的定义跟传统我们这个年纪的人的定义是完全不一样，没有好没有不好，我们要知道差异太大，所以我要说在我们传统的心中，我们对家园有一个盼望，就是一家和和乐乐在一起然后我伤心的时候呢，有人安慰着我，然后家里呢，无论什么时候都感到欢声笑语。好，但是实际上这是我们心中对家的理想的盼望，但实际上我们在经历的家是什么呢？是吵闹的。我不相信有一个人告诉我从小到大我们家像天堂应该不会真正的样子就是吵闹的然后呢，父母之间常常可能他们有他们的困难，然后婆媳之间也有他的困难。那么在台湾的离婚率里面台湾一直到今天你上网去查，我们都是亚洲第1名，我们都是全亚洲有几千人几万人，有多少家庭，但台湾家庭是离婚率最高的，然后每大概1小时就有6，所以每10分钟有1对离婚，就是办结婚还没有离婚快很快10分钟之内就签完1对离婚了。这代表一个现象，就是我们的家不能满足我们里面的每一个人，大家都不愿意待了，对不对？不能满足。好，离婚之后呢，我们要去再找第2个人，大部分人心里都是这么想的。他们有一个常常都是这样问我的，就是老师，如果我这个男朋友不好，
你帮我看一看，我还有几个好缘分，这样哈，我已经准备跳槽了，这样。离婚跟再婚的现象永远都在，他在表达每一个人，他渴望一个爱，他觉得这个人不适合我，我要换另一个人。但是我心里对爱的渴望一直都在。好，那么爱是什么？你在追的是什么啊？好，我们爱的定义就这样，你浓我浓，粉红泡泡。然后在民国初年啊，他们应该可以号称是正式离婚的第一对。好，但是古代有休妻，休妻不等于离婚，休妻是男人不要你，但是离婚是女人跟你说拜拜，我跟你退了哦。那徐志摩他在民国初年的时候，他是受西方教育的，你看他的脑子是装西方的脑子，他取了一个脑子里装的是传统的一个太太，两个人的认知是不一样的，所以他打从心里要做一个贤妻良母，他打从心里觉得这种父母的媒妁之言就不是自由恋爱，就不是我要的，我就不要这样子。好，所以呢，在徐志摩的心中，他追求的爱是等于浪漫的，他认为这种有浪漫成分的爱才叫做幸福，所以他一生追求了3个人哈。然后呢，对于西方的传统，爱是抢来的，哀求来的，等来的，我管你，我就值得啊，他值得我这么做，所以他现在大家都很西方，现在大家都去抢自己的爱哈，但是在他那个年代，在民国初年，没有这个概念，没有爱，爱这个字在5000年的传统里没有。唯一出现爱这个字的叫小情小爱哈，就是它是不登大雅之堂的这种东西。好，士大夫整个传统的礼教是看不起的，什么爱情？爱情是不重要的东西啊，所以爱跟浪漫从来没有出现在传统的中国里，不知道那个概念啊，没有那个概念。可能人与人有这个浪漫啊，但没有这个概念，说哦，我要追求它，它等于幸福。但是西方是追求这个的，所以他就爱上陆小曼，他们俩结婚，他们2个的个性非常的刚烈，所以呢吵个不停。这个浪漫的爱呢，可能维持个几分钟，但是争执争吵维持几年。好，爱等于浪漫，到底有没有等于幸福啊？我如果可以访问他，我很想问他，你的结论是什么啊？然后我们在爱情里，在婚姻里，常常是有一个挫折，2个人都很挫折，就是你不懂我，你没有懂我，所以在爱情里就出现了这些字眼：攻击、折磨，努力，然后反对、屈服、忍辱，精疲力竭，纷纷扰扰，沉默接受。算了，放弃了。你不要说这是西方人，这是我们自古以来，就是你回头看你爸妈也长这样啊。他们只是在一起没离婚，只是因为他们放弃了，算了，爱干嘛干嘛，他们就继续就无奈。但是呢，每个人因为爱，想要追求爱而折磨别人跟折磨自己，都觉得天经地义。我觉得我年轻的时候真的也是这样但是我现在年纪有一点，我觉得
好划不来哦，这是在干嘛哈？所以真的大家都觉得无所谓，因为我爱你啊。好，这个是一个法国的精神分析师，他观察他的个案，他80多岁了，他写了一本书，他做精神分析师60几年的心得，就是大家都在追爱，然后在爱里面呢认真犯罪。有了爱这个字眼，我的犯罪是没有错的，我可以做任何伤害你的事，我没有错，不会被关。但是这个分析师从他的个案里告诉我们，人们是多么扭曲啊！好像只要你嘴巴说我爱你，你就可以对他做一切。你嘴巴说我爱小孩，我就可以对我的小孩做一切。然后我的小孩说他爱我，他就可以对我说一切。为什么呢？他就会反抗父母，因为他要追求爱，对。妈妈，你要爱我，你要爱我，你要爱我，所以呢，他就对抗你，这样啊，那这个是常常我被问到的，有很多人问我说：“老师，这个男生他爱不爱我？”很少有男生来问我，老师，这个女生爱不爱我？可能男生比较相信爱情，女生都会来问，这个人有没有爱我啊？那我就会跟他说啊，爱，你是问我他有没有愿意爱你吗？还是你在问我他有没有能力爱你啊？对不起，他没能力，他能力很差。好，这也放在我们的父母。我们的父母有100分或者10000分，超过100的愿意爱我们，可是他真的没有能力爱你哦。父母有没有能力爱小孩？我如果问你，你爱不爱你的小孩？你会说有100分。你有没有能力爱你的小孩？我可能也不行。能力，我们要问的是能力。能力是建立关系的能力，所以我们才会用依附关系来介绍给大家参考。